每次我说我的 iPhone 只有64G 记忆体时，总有人觉得难以置信，他们会表示自己的 512G 手机都不够用。实际上呢，我只用了 70% 的容量，而且我很清楚，如果我的手机有 512G， 很快我也会用到 70%。 只是记忆体越大，装的垃圾软体和无用文件就越多，每次清理起来就越麻烦。相反，记忆体小的话，我每个月都得整理一次，把可有可无的东西全删掉。这种断舍离真的让我觉得很有活力。明白的人自然懂我的意思。其实吃饭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我是真的觉得那些所谓的大餐、豪华自助、满汉全席根本不是什么好事，对健康只有害处没有益处。我觉得一顿饭简单点就很好，比如半个蒸玉米，一盘蒸大虾，再加一个三明治，挺不错。稍微放点油和盐就够了，其他调料完全不需要。我第一次反思传统饮食是在7、8年前，那时候我去了韩国济州岛，沙滩上有海女潜下去抓鲍鱼，上岸后直接烤了卖。我记得一个鲍鱼大概40、50块人民币，个头很大，也特别新鲜。他们帮我烤好后切成小块，装进小碗里，没有加任何调料。桌上只有番茄酱和盐2种调料，客人自己根据口味加。当时我觉得韩国的饮食文化未免太单调了，加点花椒大料或者烧烤酱不行吗？但当我蘸着番茄酱吃的时候，发现味道很鲜美，吃完还觉得很舒服。后来我去英国，也发现他们烹饪很多食材时也不加调料，比如英国的国菜炸鱼薯条，吃的时候可选的也只有番茄酱或盐。慢慢的，我在家做海鲜或牛肉时也这样，只要食材新鲜，其实不需要任何调料。如果觉得味道淡，可以蘸点豆瓣酱、番茄酱或者胡椒盐，虽然不像传统中餐那么刺激，但我真觉得这种保留食材原味的做法更好。传统的红烧肉、红烧鱼确实好吃，也解馋，但如果你习惯了清淡的吃法，就会发现重调料的做法其实很伤味蕾。吃完后舌头、牙膛、喉咙的感觉都不舒服，胃肠道也会有发腻发炎的反应。所以几年前我就放弃了烤肉、火锅和重口味炒菜的刺激。后来我意识到甜点和饮料的危害，也彻底戒了，一次都不碰。很多人会说，吃甜食、喝可乐也能让人分泌多巴胺，太极端的话，生活还有什么乐趣？我观察到，说这话的人基本上都没什么成就，身材管理也很差。我当然知道偶尔吃一次垃圾食品没问题，但关键是我已经不再透过吃垃圾食品来让自己满足。或者可以这样理解，人生有100种快乐，我放弃了50种。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讨厌快乐，而是我知道我们的感知力和心力都很有限，我得把它们用在更有价值、更深层次的事情上。换句话说，快乐是有层次的，不可能什么都兼顾，只有舍弃一些浅薄的快乐，才能换来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快乐。不仅是饮食，人际关系也是这样。比如有个朋友说，他哥哥让他帮哥哥的朋友做30万元的担保，他不想做，他哥哥就说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就说，别说哥哥的朋友，连亲哥哥需要担保我都不会管，为什么我这么冷漠？难道我不懂亲情的温暖，不懂互相帮助的重要吗？我当然懂，但我更知道心里打鼓的滋味有多难受，简直像在地狱里受煎熬。比如你借了几万元给朋友或家人，99%的几率他们不会还，或者不会按时还。只要是深陷债务的人，认知都有问题，也不会说实话。这时损失点钱还是小事，真正宝贵的是你会损失很多心理。每次想到这件事，心里都会不安，他是真的没钱还是故意不还？我要是开口要，会不会伤感情？当初不借就好了。你会发现，没出息的人一生都在这种犹豫、心神不宁和后悔中度过，哪有心力做事？通过吃垃圾食品找快乐也是这样，很多胖子都在放纵和懊悔间循环。今天下决心减肥，明天觉得偶尔吃一顿没什么，后天又怪自己没控制住。
所以，如果你真想成长，真想有所成就，就得放弃一些快乐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